Hello， 我係景三，歡迎大家收睇緊第二集嘅動物樂園經營計劃。經過上一集嘅努力鑽研咗好耐，點樣去揾錢之後，終於都俾我籌集到40萬嘅資金，等我去發展下一個嘅動物園區。好彩嘅係，依家暫時印度呢個主題園區經營得好完善，咁佢都幫我揾咗好多錢翻嚟。為咗將印度世界動物園區去連接我下一個嘅園區，我係會喺呢條印度大街後面有一個圍牆，就打碎咗佢，然後再將我事先已經規劃好咗嘅路放到嚟呢塊空地上面。畫好晒我事前已經規劃咗嘅路線之後，就開始養我第一隻關於亞洲歷史動物園區嘅第一隻動物。而呢一個園區講到亞洲嘅時候，冇理由唔將我哋自身住緊嘅地方香港嘅文化同埋香港嘅地道嘢放埋落去呢一個園區入邊。而講到會喺呢個香港嘅園區入邊養第一隻動物，你應該會聽過又或者睇過呢一單嘅新聞。喺2003年11月2號，新界西北嘅地方山貝河有居民發現有小灣鱷出沒。當時幾乎每個月都有關於灣鱷出沒嘅新聞。最後經過7個月，漁護署終於捕獲到新聞中嘅鱷魚，仲以山貝河個貝字將佢改名做貝貝，放喺天水圍濕地公園。直到今日，估計呢隻貝貝都已經有20歲。濕地公園嗰隻貝貝其實係女仔嚟嘅，咁所以我都係要買翻隻雌性。但係我又覺得佢會好悶，咁不如我買多隻雄性陪下佢。而家就揀隻基因靚啲嘅呢一隻啊，呢一隻啲基因都幾靚。然後我諗住盡量還原翻濕地公園嗰個貝貝之家，放翻落去呢一個香港嘅動物園區入邊。俾我發現到，原來就算係動物圍欄嘅玻璃都可以放水喺入邊，完全可以還原翻貝貝之家一樣，可以整個大水缸出嚟，等遊客可以喺出邊睇到佢游水嘅情況。好似整緊個大型水族箱咁。而家整緊貝貝之家嘅外觀，盡量還原翻當時實地取材同埋網上做資料嗰陣嘅對比。終於起好咗呢個貝貝之家，呢個貝貝之家有貝貝喺度，亦都有我特登買咗多一條嘅雄性俾佢，可以湊夠一對，以後佢哋就可以喺呢個貝貝之家度生兒育女。仲有幫我買翻嚟嗰條鱷魚，改翻個名叫做貝貝先。呢個貝貝之家我係盡量還原翻當日我喺濕地公園見到嗰個場地，盡量起翻差唔多，但係大間少少嘅呢間貝貝之家，起得大間少少，希望可以之後貝貝成家立室嘅時候，就可以有多啲地方去養佢嘅小朋友、小鱷魚咁樣。到期時就真係可以名正言順，呢一個真係貝貝之家家庭嗰個家。起好咗第一個以亞洲作為主題嘅動物園區，亦都率先介紹下今次我喺呢一個新嘅園區上面幫啲動物起嘅屋企會有一個唔同嘅概念。喺印度主題入邊，好多動物園區都係會設計成為開放式，但係嚟到亞洲嘅園區會比較設計成蝸居嘅感覺。
主要係我覺得亞洲嘅動物園區會好似比較中意設計到啲動物園區好似偷睇啲動物點樣去生活咁樣。尤其是喺亞洲嚟講，好多城市化嘅地方寸金尺土，好講求呢個密度，用盡可以用到嘅空間資源。所以除咗要還原翻貝貝之家個外觀出嚟，亦都係要還原埋點樣去用盡。好似喺亞洲地方嚟講，點樣去用盡每一個地方。喺嚟緊亞洲嘅主題動物園區入邊，我都係會用到前鋪後居嘅呢一種概念去起我之後嘅動物園區。例如我會喺呢一個嘅貝貝之家喺佢上方再起多一個飼料中心。飼料員佢就會喺呢度準備食物，然後準備完之後就可以經呢一條樓梯行到落嚟，打開到閘就可以行上嚟放喺食物盤度。成個過程好快，將佢哋嘅工作園區同呢個嘅動物園區結合埋一齊。當初我都係貪得意喺貝貝之家上面起幾間員工工作室，點知真係俾我整到。之後我就特登幫呢個員工工作室整咗啲堡壘咁樣，包圍住成個貝貝之家。喺辦公室望落嚟仲要幾好風景。起好貝貝之家之後，陸續有遊客過緊嚟去睇貝貝，所以亦都係要開始幫呢個嘅香港主題去起多啲唔同嘅公共設施。講到要起市集，第一時間我就諗起廟街。我諗住還原其中一段廟街放喺香港主題園區入邊。除此之外，仲有3個吸客嘅動物園區，分別有大小熊貓，仲有香港都有嘅大熊觀。首先第一樣起翻條廟街出嚟，其中我揀咗呢段廟街嚟還原。估下我放嘅呢個欄杆係扮緊啲乜？仲有還原翻廟街常見嘅街頭建築。唔少得仲有香港常見嘅車同埋設施。跟住到動物居住嘅園區。
各位參觀緊夢幻動物園嘅遊客，你哋好。當你用緊園內嘅免費 WiFi，會唔會驚上網嘅時候保障唔到你嘅私隱？最近動物園推廣緊一款收費嘅 VPN， 叫做 NordVPN。當你上網嘅時候，只要連接 VPN 就可以即刻為你嘅網絡提供一個新嘅身份，避開網絡公司同網站嘅監察，仲可以隨時幫部手機飛去唔同地方睇當地先有嘅 Netflix 劇集同埋電影。而家只要經園內嘅網站去買 NordVPN 就可以以7折嘅優惠，再免費送多你1個月嘅使用期。最後祝你有個愉快而且無憂上網嘅動物園體驗。終於起好香港同埋中華文化嘅園區，等我帶大家入去睇下，究竟我起咗啲乜嘢設施。首先沿住印度大街入到嚟，就會見到亞洲園區嘅入口。當我哋穿過呢條橋，就會嚟到亞洲文化主題園區。首先第一個介紹嘅園區就係呢個十字形嘅橋，入邊養咗好多香港都有嘅品種，叫做大紅冠。當佢哋大個嘅時候，佢哋翅膀位同埋隻腳就會生出火紅色嘅羽毛，所以亦都係會有人叫佢哋做火焰鳥，好似寵物小精靈嗰啲名咁。我特登設計到條橋係十字形狀，咁啲遊客可以穿梭呢條十字橋去睇大紅冠。另外為咗等到個捐款箱喺條橋入邊唔好藍色嘅話，去撞咗隻紅色，咁我特登將入邊個捐款箱都改埋成紅色。跟住喺呢條十字橋後面就有一個中央公園，呢個中央公園可以俾啲遊客入嚟休憩，同埋呢一個公園可以做到疏導人流嘅效果，因為之後就可以沿住十字位去唔同嘅亞洲文化園區。呢一度之後就會係日本嘅文化園區。而喺十字橋左手邊就有一個步行徑公園，啲遊客可以行到過嚟，去坐低休息，或者睇下啲風景咁樣。當佢哋睇完呢個風景，亦都可以行翻出嚟，行去左手邊就去到貝貝之家，可以睇鱷魚、睇灣鱷。當睇到肚餓嘅時候，就可以行到過嚟。我特登為呢個亞洲文化主題園區起咗一條廟街，因為香港講到好特色嘅嘢就係我覺得街頭文化好代表到我哋香港人，咁所以我就起咗個廟街喺度，放咗好多攤位同埋食物，作為一條食街，一個市集，俾啲遊客入嚟去買嘢食。我盡量喺遊戲入邊還原翻廟街嘅其中一條路段，放翻喺遊戲入邊。咁喺廟街入邊，你見到有廟牌都有還原翻，紅色嘅旗仔、的士，仲有睇上腦嗰啲攤檔，仲有跟翻足廟街真係有嘅一啲大廈外牆去設計翻出嚟。另外我仲有還原翻間七仔嘅便利店，放咗喺廟街入邊。咁啲人真係可以行入嚟去買水，仲可以撳機添啊！跟住喺廟街外圍嘅路段，我就設計咗啲休憩嘅地方，等佢哋可以喺度買完嘢食之後，就可以過到嚟坐低，跟住就可以欣賞呢一條香港嘅街景，去食佢哋手中嘅食物。而喺廟街後面就有我哋嘅大熊貓小館，分別係有小熊貓館同埋大熊貓館。呢兩個大小熊貓館都係取材自中式嘅傳統房屋設計，類似四合院嗰類嘅建築設計而成。呢一種嘅動物園區設計，我就係想營造到一班熊貓好似生活喺四合院入邊咁樣，而佢哋真係可以有阿遮頭，好似人咁樣住喺呢間屋入邊。喺屋入邊係有乾草堆喺度，俾佢哋可以自由喺度瞓覺休息。大熊貓館隔離就係小熊貓館，而小熊貓館嘅園區設計都係一式一樣，但係園區內入邊嘅一啲動物會用到嘅設施就會唔一樣。例如有啲棚架我係設計到有一啲小熊貓先爬到上去。起好晒左邊嘅中華文化園區之後，就到右邊嘅日本文化園區。亞洲嚟講，我覺得日本經常會做到寺廟同埋街頭融為一體，所以我會將剩餘嘅大片空地起間日本寺廟，再喺附近起兩個連接住嘅動物園區，分別有日本獼猴同埋台灣黑熊。
Sandmel。終於整好咗日本嘅主題園區。喺日本嘅主題園區入邊有2個嘅動物園區，依家就介紹俾大家去睇下。率先講到嘅就係呢一間以日本嘅傳統風格打造而成嘅日本獼猴動物園區。喺呢度有日本嘅獼猴，入到去就可以隔住塊大玻璃去參觀日本獼猴。因為日本獼猴佢哋嘅生活環境主要係喺啲天氣好凍嘅地方，所以我都特登打造咗個小型溫泉俾佢哋。因為佢哋居住嘅園區係會提供咗冷氣機俾佢哋，我係校咗成7度俾佢哋。咁所以喺呢個天氣底下，佢哋係要浸一啲比較暖啲嘅溫泉去解下凍。而呢個溫泉本身係冇煙霧嘅，咁我自己特登加咗啲煙霧落去，扮到一個真係好似好暖嘅溫泉。第2個園區就係台灣黑熊嘅園區，咁黑熊呢個園區你就可以沿住呢條石徑行入嚟，就會去到台灣黑熊呢個園區。入到嚟又係有一塊大嘅玻璃去睇動物。而黑熊嘅園區我都盡量打造到好似喺野外入邊嗰啲森林入邊，俾佢哋去棲息。咁入邊都係會有啲唔同嘅玩具啊，有啲鼓啊，跟住有啲攀爬嘅架，有啲可以喺個窿度搲啲嘢食出嚟。有得玩有得食嘅玩具吸食器。但係養呢一類嘅黑熊呢，我發現佢哋會成日打交，咁所以佢哋成日打交嘅時候就要不停有獸醫醫完佢哋嘅傷口，先至可以再送翻佢入去園區。你睇下佢塊面，成身都傷晒。然後沿住黑熊嘅呢條石徑行到出嚟，就會發現有一個係日本嘅歷史文化園區。你可以跟住呢條石徑行到出嚟，你就會見到凍咗好多鳥居喺度。沿住呢條鳥居石徑行到出嚟，你就會見到，你估唔估到呢間係咩廟啊？呢間其實係淺草寺，呢度係雷門，然後穿過就到中間嗰道門，再去到就係淺草寺。歡迎嚟到日本歷史文化主題園區。呢個寺廟同埋嗰2個門都係我自己用遊戲入邊有嘅建築物去盡量去還原翻出嚟。無論係細節、佢嘅間條、條紋，我都盡量去跟翻原本嗰個建築物。另外講到整寺廟雷門呢個建築物嘅時候，我特登係留意到佢喺個石像前面，佢係有啲鐵絲網包圍住。咁但係遊戲又冇鐵絲網呢個模組，咁可以點樣去還原翻出嚟呢？就係用咗圍欄。佢圍欄係因為有個鐵絲網。原本呢個圍欄係俾動物做棲息嘅用途，即係佢等佢爬唔到出嚟。但我最終就將佢放咗喺建築物上面，我又覺得幾襯喎，真係可以盡量還原翻嗰個鐵絲網嘅樣出嚟。跟住最後就係講翻淺草寺，淺草寺寺廟真係可以行得入去參觀。我曾經喺淺草寺度買過一啲符，所以我都特登喺寺廟入邊整咗一個商店，係可以貨俾遊客買一啲紀念品走。仲有我喺寺廟附近起咗一啲商店街，咁樣啲遊客可以過嚟買嘢食，又或者買紀念品咁樣。另外仲有整到啲公共設施，例如有長凳，當行到攰嘅時候可以喺啲大樹下面坐低去休息。而講到我自己最中意日本主題園區入邊嘅風景，就係莫過於嚟到我哋呢度寺廟要經過一條石徑，就係呢條鳥居嘅石徑。我盡量還原翻平時我哋去旅行見到有啲寺廟擺咗好多鳥居喺度。當啲影打落去啲鳥居度嗰陣時，我覺得係特別有感覺。當你穿過鳥居，我覺得有少少係去咗日本旅行，
去睇鳥居嗰一種感覺。尤其是依家疫情嘅關係，都冇得去日本旅行，可以喺遊戲入邊自我滿足一下。跟住嚟到呢個園區嘅交通設施，呢個交通設施叫做山洞列車。點解會整呢個山洞列車而唔係起好大型嘅建築物去包住呢一個列車站呢？係有啲可惜嘅，就係我玩呢隻遊戲，我玩到咁上下嘅時候，我發現我越起多啲嘅建築嘅時候，佢就會越嚟越窒啦。正正係因為呢個局限，我起唔到太多嘅建築物，我驚再喺呢個園區起多啲建築物嘅時候，我睇呢個園區應該係會窒到我玩唔到咁滯，所以我就將呢個列車站化身成為山洞列車，到其時就真係好似火車捐山窿咁樣，啲火車係會穿過啲山洞入咗去，而呢部火車真係會捐山窿嘅交通設施，我係會叫佢做山洞列車。最後起好晒成個亞洲園區，我最中意一定係廟街。如果連自己住緊嘅地方都唔中意嘅話，你點樣去叫人哋去中意你自己個地方？如果你都想將廟街同淺草寺搬埋去你個樂園，可以喺影片資訊欄入邊個 Steam 工作坊度訂閱。另外想更加支持我嘅話，可以加入成為我 YouTube 又或者 Patreon 嘅會員，每個月都會有獨家嘅內容送翻俾會員睇。希望玩到最後隻 game 可以生性啲，有啲擔心起到下一個主題嘅時候會窒到我玩唔到，不過我都會堅持落去。下集見。